7月9日，4岁的抗癌小网红小苹果不幸离世。母亲为了让孩子走得体面一点，于是便让殡葬人员在灵堂布置了一些花朵。谁曾想，仅仅摆了20盆花，殡仪馆就向母亲收费13800元。这番狮子大开口，直接把母亲给气哭。随后，这场天价花盆事件便被捅到了网上。经过有关部门调查以及殡仪馆的协商，最终殡仪馆决定最后只收3000块钱，这件事才了结。虽然事情风波平息了，但网友们抛出了无数疑问：现如今的殡葬开销怎么这么大？这些暴利行业究竟是谁在那里操纵？其实这样的天价殡葬费不是个例，之前就有报道，小王的父亲去世以后，小王本着一切从简的原则，准备将父亲的遗体进行火化。然而，接下来的一系列繁琐流程直接让小王目瞪口呆。他先是打电话给殡仪馆，打算让殡仪馆的人来接收遗体，然而对方却屡屡拒绝。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，想让殡仪馆派车来接遗体，就得先给120打个电话，去医院那边拿鉴定，这样殡仪馆才能出车。小王不想占用120的资源，于是便开始找熟人，打算走个捷径。很快，他便通过关系找到了殡仪馆的某位负责人，让他给自己调车。小王本以为把遗体接走就万事大吉了，殊不知他已经掉进了金钱黑洞。首先，遗体运输费就得给300，另外还得给司机100块钱。到达目的地后，火化费又是900。当然，有的家属可能会选择头颅，因为其他炉子可能混着上一位逝者的骨灰，所以头颅就显得比较纯净。只不过要想选头颅的话，那就得加价，多出来的价格一般在300到600元不等。有些遗体如果排不上号，就得提前进冷柜，而冷柜也是要收费的，一天差不多50块钱。如果还给冷柜配个音响，增加点装饰，那就是一天500了。有些家属甚至还会让工作人员给遗体化妆，如此一来开销就更大。想要体面地送走过世亲人究竟有多难？小王为了将父亲的遗体火化，一来就经历各式各样的资金黑洞，比如300块钱的遗体托运费、900块的火化费，以及300到600的头颅选择费。遗体火化以后还有更大的坑，比如骨灰盒，一个就得2-3千，期间骨灰还得寄存在某个地方，寄存费是800。在选骨灰盒的时候，有些工作人员还会过来推销纸活，也就是纸扎的跑车、别墅啥的。按照小王的说法，像这种东西完全是属于强推，你不买也得买。就这样，小王花费500元买了一堆纸活。此外，像寿衣寿帽、金银元宝、陪灵用品、香火蜡烛等等，小王都被一一强推了。这些价格大多在几百块钱左右，累计加起来也有上千了。根据小王的说法，这一趟下来足足花了6-7千，而且这还是属于一切从简的模式。如果要上个全系列套餐，估计1万块钱都打不住。网上也有传言说是殡葬行业的毛利率达到了600%以上，比如成本几块钱的裹尸袋，某些殡仪馆直接卖到了200块，还有某些殡仪馆直接把骨灰盒卖到了1.2到1.4万元一个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东西还都是属于套餐绑定，你不买还不行，不然的话，下一步流程就没法往前推进。可以说，殡仪馆就是靠着这种卡点的方式，对客户进行了强势垄断，让人无可奈何，只能乖乖掏钱。正是由于殡葬行业的利润如此之大，以至于现在的殡仪馆越开越多。根据有关数据统计，2020年全国新注册的殡仪馆数量达到了1.4万家。截止到2021年，全国共有7.9万家殡仪馆。在此时间，许多殡仪馆巨头的股票也随之大涨。总之，因为利益刺激的缘故，导致许多殡仪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。再加上市场监督制度的不完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部分私营殡仪企业也就开始大肆牟利了。如今的殡仪馆把各项套餐都做到了天价级别，几千块的骨灰盒、上万块的花盆比比皆是，让人欲哭无泪。当然，也不光是殡仪馆，其实在整个王者消费链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利益纠葛，甚至医院太平间也逃不过。很多时候，医院会把多余的太平间给承包出去，让其发挥更大的价值，比如将其承包给殡仪馆来使用。毕竟有些殡仪馆生意太好，极度缺床位，而医院太平间刚好闲置不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二者刚好就可以实现一个利益互补。
这些殡仪馆一般交完30万的年度使用费就能接手一个太平间，有些殡仪馆的负责人干脆当起了二房东，将手里租下的太平间继续承包出去。靠着这些二房东的操盘，某些太平间甚至达到了年费100万的地步。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炒作，导致如今的王者消费链越来越贵。就拿墓地来说吧，上海福寿园墓地每平米达到了7到8万，这比一般城市的房价都贵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其使用率压根不到10%。毕竟现在的殡葬开销已经突破天际，再花那冤枉钱，岂不是自寻烦恼？当然了，如今随着市场部门的监督，部分殡葬行业已经改善许多了。比如广州殡葬服务中心就发布过公告，表示遗体可不举行告别仪式，直接火化，尽量简化就行。还有上海一些殡仪馆也在招聘临时抬尸工，以避免人手短缺的情况出现。北京也有媒体报道，说是部分殡仪馆可以提供24小时服务了。可见，在官方的大力监管下，殡葬行业的某些繁文缛节确实得到了改善。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有关部门能继续加强监管。与此同时，殡葬企业也得自行进行调整，尽量降低天价殡葬费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给那些逝者家属减轻压力。不然的话，今后的人还真就连死都死不起了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